立冬了是吧？最近寒流来的也很多，全国范围内农业的生产，除了冬小麦在抢种以外，基本上告一段落了。大家一直在争论的粮食到底够不够吃？是不是不仅能吃饱，而且能吃好？中国的粮食有多安全？这个问题已经吵了很多年了。那么，中方自己的海关数据显示，截止去年，至少有20%的粮食是要靠进口的。而且我看到有一些内地的网站还在公布，中国农业人口大概是5亿多，刨去不从事农业生产的，至少有2-3亿人是在土里刨食的。到现在为止还不能做到自己养活自己，因为前期我们看到的数据里面，中国每年进口的粮食、农产品合计差不多要6亿亩以上的耕地的产出才能够。中国能不能继续开垦6亿亩耕地出来呢？现在看起来应该是没有这种可能，那么就还得进口。前段时间前半个月非常流行的一个说法是，中方每年采购美国400亿到500亿的农产品，很多人非常兴奋，是吧？这样中国人就吃饱了。是啊，这也同时祸害了2个国家的农业。首先一个，中方的农业本身就岌岌可危了。从2011年提出服务型农业，到现在为止，服务做到了多少，谁都不知道。但是农业整体的趋势其实是没有被改变。无论是进口的比例，还是主粮的种子安全，食用油的这个安全就不用谈了，真没有。包括蔬菜的种子，稍微好一点的蔬菜种子，其实也是依赖进口的。那么我们看到，同时期有很多人在对比，一个美国农民能养活98个美国人，还能养活34个外国人。那么这个数据呢，应该来说是不太真实的。美国的农业人口确实不多，大概也就300万左右。美国的农业有几个特点，第一个是它有足够的农田，它在休耕，就它种个2年，它可以休息1年，甚至在农业州有轮种的习惯。而且美国还有一些缺水的地区，如果说他要把它作为农业用地的话，他要增加淡水的灌溉。有很多被荒芜的土地，其实根本就没有利用起来。即便如此，美国的粮食产量也相当的惊人，而且它有足够的储备。那么人家不慌呀。如果说按照传闻或者按川普自己本人的话说，每年美国要出口给中国400亿到500亿的农产品的话，其实很难达到，
因为2019年美国预计整个农业的收入只有800多亿，900亿不到。就这样，其中还有300多亿是由政府补贴和保险公司的赔偿组成的。那他要把1半以上的农产品卖给你，对美国人来说这就不太现实了。而且如果说美国人扩大了耕地，购置了更大的拖拉机，到时候你不买了，他怎么办呢？所以我们今天看到，买多少农产品这个问题好像已经不提了。现在中方提出来的是要求美国分期分批的取消已经增加的关税，来换得第一阶段的协议。其实我们今天看到的一切都非常搞笑。中国的农业问题这么多年以来，很多专家都在提它的危险，但所有的危险都来源于一点：中国出口创汇能力一旦被削弱，没有足够的外汇怎么办？其实其他东西都不是很重要，关键你手上要有赢的。如果你没钱的话，其实即便人家有粮食，你也买不起，别说买400亿了，你就能保证贸易战之前每年买200亿左右的美国农产品，其实也是一个皆大欢喜的事儿。因为美国虽然被宣传的好像是一个农业大国一样，其实它真的也是一个农业大国，但它主要的强项是在工业上。美国的工业任何一个行业拿出来，都可能超过美国全年的农产品出口的这个份额。你相比全年800-900亿的这个农业收入的话，美国仅仅一个体育产业就超过了5000亿美元。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非常奇特的现象呢？其实跟地理位置是有关的。美国可以发展机械化的农业，而且美国的农业人口虽然非常有限，但是它拥有大量的季节工、零工，这个没有被统计到农业人口中去。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很多的数据是不真实的。中方涉及到农业生产的具体的人没有办法统计，甚至现在有很多回乡创业的人群，说白了就是农民工，是吧？找不到工作了，说你回乡创业，他就不把你计算到失业大军里面去了，对吧？所以真正中国在农业上投入的人口只能说2到3亿，具体多少不知道。那么美国其实在农业上的人口也不止200-300万人，加上季节工的话其实也不少，上千万，这是很保守的数据。因为有很多季节工，你要按人头算的话真的不算少。但现在的问题就在这儿，人家人口少全国就3亿人，你据说是14亿，13亿9500万，是吧？约等于14亿，具体有多少呢？谁都不知道。因为我们知道，人口统计这一块不是今天才有问题，而是一直就有问题。中国从民国开始就有统计人口的这个行动，但从来没有一次拿出的数据能够让全国人都能信服的。
中国从实行计划生育以后，有太多的人没有户口了。其实也有很多人，他们连学都没有上。我们知道前2年开始放宽了一些政策，开始给你登记了，但是已经晚了。很多人口的数据不仅不真实，而且我们还看到有很多人是一个人抓着几本护照的，这种情况其实不多。但是人口数据在国际社会中被质疑的不是今天才开始的。俄罗斯人一直在说中国只有8亿人，中国说有14亿人是吓唬人的。当然这个看法应该是比较极端的。但中国的人口数据，即便按官方公布的这样来看，也是一个非常庞大的隐患。因为中国没有能力生产出足够的粮食来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当你没有钱买肉的时候，全民都在节省开支、降低消费的时候，你没有油水吗？所以你的饭量就会增大，那个时候又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那饭量增大了以后，粮食不够吃啊，肉你吃不起，粮食你就吃得起吗？所以我们看到现在有人开始吹风了，农产品快速涨价是有可能的。这虽然是一个风声，但是我们都知道无风不起浪。今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粮食问题、粮价问题，整个社会出现了通货膨胀问题，其实都会一一摆在我们面前。原先大家谈到的一些担忧，其实在真实的社会中都会逐一的发生。我们知道中国历来是活着为主，吃饱了为算。在全国范围内，最让人熟悉的问候语不是你好，不是哈喽，而是吃了吗？许多人在那儿非常自豪，中国每年要进口多少多少粮食，要进口多少多少鱼，是吧？水产品中国把多少多少国家搞成依赖向中国出口农产品的大国了哪怕是再先进的国家，他对中国有多么强大的依赖。其实他的依赖就源于一点你有美元对不对？当你混得要跟俄罗斯一样，跟伊朗一样，美国人限制你使用美元了，把你一脚踹出国际清算银行了，你手上没有美元，你怎么办？与中国接壤的国家，能够搭得上话的，也就是一南一北。俄罗斯租100万公顷给你种粮食，让你去个几十万中国的农垦大军，这就是个极限的。对俄罗斯人来说，在他眼里，中国人就是2个字：黄祸。他对你的担忧是从来没有被放弃的。俄罗斯的汉学家非常担心中国在用非常规的方式占据远东，因为他们没有忘了，这是沙皇时期割让来的。而且苏战区有一个特点，他会杀光所有占领区的中国人。这种例子很多中国人不知道，海兰泡、江东64屯、海参崴，
有些人觉得不对啊，苏联对中国的帮助很大。苏联对你的帮助是贷款，是你要还的。他把占领区的中国人杀光是有先例的。其实历史上其他国家也有先例。现在美国有很多非洲裔在寻根，他还能找到他是从肯尼亚来的，还是从哪儿来的。但人类历史中从非洲往其他大洋洲、其他洲贩卖黑奴，不是从美洲开始的。那阿拉伯人是第一个使用来自于非洲的这些非洲裔的，为什么他们没有这些问题呢？所以这个世界上不是你没有听说过的事儿，它就不会发生。粮食问题也是一样，立冬了，大家都想吃顿饺子，安安生生的，希望能有一个农闲，是吧？冬季又到了保养的时刻。但如果粮价真的开始出现了变化，真的出现快速上涨，那这个冬天可能就不是很好过了。只能说在寒流来袭的时候，大家尽可能吃饱一点，穿暖一点。中国的粮食问题、农业问题，其实基本上没有办法解决，它跟整个国家的经济形态是密切相关的。只要你有银子，你能不断的创汇，其实你能撑得下去。当你的经济下行，全国范围内看不到一丝希望的时候，来自于农业上的灾难、粮食的危机，它必然会爆发。好了，再见。